好了，在我们介绍完了这个生成数啊，在我们介绍完了生成数这个功能以后，那么下边呢，我们来看小范围局域网啊，或者说我们在局域网内二层局域网内的最后一个技术概念叫做链路聚合。那么在链路聚合，首先我们来给链路聚合做一个定义啊，或者说做一个介绍。随着我们的规模不断的扩大，那么呢，我们用户呢对于这个带宽的提升也要求是越来越明显啊。比如说我们的宽带，对吧？我们的宽带呢，基本上呢原来呢都是这个100兆的啊，不，原来都是比如说 512K 的啊，我最早的时候还用过什么 64K 的拨号啊等等一系列的东西。那么现在呢，从 512K 啊，后来我们现在就是这2年我们一直在提国家宽带战略，对吧？然后什么2兆的、4兆的、10兆的，你像我家里呢现在用到的应该是20兆。然后呢，相应的好像在一些地方啊，可以出现了这个100兆的这个家庭的这个接入。所以说呢，用户呢对于我们的带宽呢是越来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越来越带宽要大。那么在我们的传统网络里面呢，啊也是一样的，特别是在我们的一般企业网啊，或者说在一个园区或者在一个小范围的网络里面都一样。那么2个交换机之间需要的带宽呢会很大。因为可能有很多数据呢都是被2个交换机之间传来传去的。那么在这种高速带宽里边啊，就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你怎么让交换机和交换机之间完成这个高带宽？当然第一种方式是买板卡，就是我们的交换机一般比如说买一个24口的交换机啊，特别像我们华为的某些设备，那么比如说24或者48接口，那是普通接口，比如说24个100兆。然后呢，它后面会有2个端口，那个是1000兆端口，啊，负责我们的这个1000兆上联用的，那么它是1000兆的。那你要是买24个1000兆端口，可能后面有2个10000兆啊，或者就是10G的端口。那么首先第一个是你可以用这个端口去做交换机与交换机之间的互联，但事实上大家想一下，其实这个东西不靠谱。什么呢？这样，前边呢，比如说我们这儿有24个端口啊，就简单画一下吧，啊，这是24个。这是100兆，然后我们说一般的交换机都会有2个1000兆记忆嘛，我们叫做1000兆的端口。那么想想看，这2个1000兆，这边也是这样，这边这台交换机也是这样，24个100兆，这边是2个记忆，然后把这条线连起来，把这条线也连起来，看这2个交换机通过记忆就连起来了，对吧？好了，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这2个记忆里边都能用吗？不行的，我们的生成数在这儿。我们说2台设备之间用2条线互联，是不是就有环路了啊？我们来看一下，把这个图画的这个竖起来啊，把这个端口画的竖起来。那么比如说这个线接，这个线接，2个交换机之间如果接了2条线，是不是会有环路的风险的？生成数在这儿干什么？生成数会自动的给你阻算掉一条。也就是说，你接2个记忆，你接10个记忆就只有1条线路能用，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算你2个记忆都能用，你能满足24个端口向下同时传递数据吗？满足不了，因为24个100兆相当于是2.4个 G 啊，对吧？它相当于是2.4个 G。那么你2个记忆你是完成不了2.4个 G 的满载流量的，啊，更别说被生成数阻断一个还有一个只剩1个记忆，对吧？你更满足不了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啊，你要么是什么呢？你把那个记忆买成10记忆，一个就够，对吧？你一共就2.4 G 嘛，你买成10记忆一个就够。但是这个东西太贵了，啊，这个设备也太贵了，而且呢不是特别灵活。那么下面我们来介绍的一个东西就是链路聚合。那么链路聚合技术呢，可以让我们在不升级硬件的情况下，使用其他的方式来把多个物理口
捆绑为一个逻辑接口，来达到增加这个链路带宽的目的。实现什么呢？实现增大链路带宽的同时实现了一个简单的链路备份，就是有两条线，比如说我们叫做链路聚合啊，或者叫做链路捆绑，其实就是我们俗说的带宽捆绑。那么把这两条链路都捆起来了，那么万一有一个断了，另外一个也能用啊，只不过速度低一点，但是总好过没有啊，还可以提高这个可靠性。那么下面我们来看这个链路聚合的场景。通常情况下啊，你看像我们这个跟我们刚才画那个图差不多啊，这是接入啊，这是汇聚，那么这个是核心。那么在接入、汇聚和核心在核心设备之间啊，我们一般呢会使用多条线路，同时这个网络里面一定会部署生成树啊，否则的话你这个环路太多了，对吧？生成树会把它阻断掉，只剩一条，那么没法用了，怎么办？必须使用一个特殊模式。就是链路捆绑技术。捆绑起来以后，生成树对捆绑后的链路当一个端口对待，就不会被阻塞了，这样子的话，两个设备之间它的吞吐量就高了很多，两个记忆至少全能用了。啊，这个就是我们所使用的一个场景。啊，好，那么链路聚合的模式。在目前情况下呢，我们这个链路聚合啊，学名叫链路聚合，然后这个俗名啊，就是我们平时一般都说叫捆绑。那么在链路的这个聚合的模式里边有几种方式，第一种叫做手工负载分担，或者叫做强行捆绑啊，强制捆绑模式。第二种模式是什么呢？叫做 LACP 模式。这个呢是一个链路聚合的协议啊，它可以去控制你的链路聚合的数量啊，聚合的线路的数量。同时呢，它可以控制一些协商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功能。LACP 的性能呢相对来说就是好一些，可控能力强一些。而手工配置的这种分担模式呢，由于它是强制性的啊，管理员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就可以了。那么它的效果或者说性能呢也不是特别差啊，特别是在很多不同的设备啊、不同厂商之间的设备去对接的时候，那么可能更多的我们会用到手工的这种负载分担方式。啊，这个就是简单粗暴，然后这个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用一些。我们在这儿呢只介绍这个手工的简单粗暴的这种配置模式。那么对于 LACP 啊，对于 LACP 来说，我们会在 P 级课里面去进行一个介绍。好了，那么在手工负载分担模式下，所有被捆绑的接口都会参与数据的转发，分担流量。那么对于 LACP 来说呢，它更多的呢情况呢支持某些链路作为这里边某个链路的备份，啊，它的灵活程度更高。但是呢，在这儿啊要注意说一下的是，注意大家要记住，不管你在这个链路的这个聚合里面捆绑了几条线，那么这几条线路一定不会说是平均去分数据的。啊，这个点上大家要记住一下就可以了。具体它的那个数据分配的那个算法，我们不用去管它，啊，但是你要记住，如果你的这个东西做完了以后啊，它一定不会平均分数据。一般呢会就是如果是两条线路做捆绑，那么这两条线呢是4-6开，一个线路上跑60%的流量，一个线路上跑40%的流量。如果比如说我把两个记忆1和记忆2做出来，那么可能啊，记忆1的这个线路上面跑40%的流量，就是800兆。那么记忆2呢，要是2 G 呢，你跑60%，就是1.2个 G 了，就不够了，对吧？所以说它只能跑1个 G。啊，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一定不会做的特别理想，啊，一定不会做的特别理想。就是你的这个链路里边啊，一共加起来，比如说3条线或者2条线加起来是2个 G， 那么总共合起来的流量，啊，做得好一点的1.8个 G、1.6个 G、1.7个 G， 做得差一点的1.3个 G、1.4个 G。但是无论如何都比你原来那一条线1个 G 要强很多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被捆绑的这几条链路，在双工、速度以及接口的数量两端必须一致，配置模式其实也得一致，要么都是 access， 要么都是 trunk。啊，这个你不能说我这儿有2个1000兆，然后我又加一个100兆，你加它干嘛？对吧？一个10倍的东西，
都上去了，你说你加一个100兆，比如从2000兆，对吧？2个 G 变成2.1个 G， 这个不太合适啊，这个不太合适。所以说呢，所有被捆绑的线路上面，这个速度啊、带宽啊、这个双工方式啊等等，必须要都一样。好，下面我们来看配置。这个配置是这样的 ：interface 啊，系统模式下 interface ETH 啊，我们叫做 Ether Trunk 啊 ，ETH Trunk 叫做 Ether Trunk。然后给它起一个编号，这个呢就是什么呢？这个其实就是在我们的交换机上呢建立了一个虚拟的端口。建立完这个虚拟端口以后，你进到你的这个物理端口、实际端口下去，然后把这个实际端口用这条命令 Ether Trunk 几关联到你的物理端口上就 OK 了啊，关联上你的这个逻辑端口上就 OK 了。那么也就是说，通过这个命令和这个命令把1和2关联到了这个逻辑端口上去，以后再传数据，注意啊，以后再传数据的话，那么这个交换机只对这个逻辑端口，就是这个 Ether Trunk 1来进行计算，它不会再去计算这个0-1还是0-2的问题了。特别是生成数一定会只计算 Ether Trunk 1，不会再计算别的问题了。那么这样就可以实现我们的这个带宽的这个倍增了。那么至于 Ether Trunk 你把哪些流量给1，哪些流量给2，这是 Ether Trunk 的事儿，这个你交换机就不用管它了。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配置。在我们的这个设备里面啊，在我们这个生成数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网络里边，我们这不是24了吗？我们在 switch 1和 switch 2之间再加一条线，把它配成23，把它23、24两条线。一会儿我们把这两条线做一个链路的捆绑。好，在加了23以后，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 interface G0-0-23。我们是不是要把它配成一个 trunk 先？port link type trunk。port trunk allow VLAN allow pass VLAN all 这是1上面的这是1上面的，2上面也是一样。interface G0-0-23 port link type trunk port trunk allow VLAN all 好，两个 trunk 都配完了。配完了以后，我们来看display 特别是在这个 switch 2上，我们来看 display STP brief。这个时候你会发现，23呢变成了根端口，而24变成了 alternate， 就是阻断端口或者叫做预备端口，就是23能传数据，24不能传数据。你两个交换机之间接的线再多，都只能有一个线路来传数据，因为生成数就怕出环路。那么我要不想让它出环路，把它绑定，怎么玩呢？这么着，首先在你的系统模式下，注意，在你的系统模式下 ，interface ETH Trunk， 你写一个编号，一个交换机支持多少个 Ether Trunk， 这个跟交换机自身型号有关系，有的只能支持16个，有的能支持60多个，有的能支持128个不一样，型号不一样就不一样。那么在这儿我们来看 interface Ether Trunk。我们就写个1吧，这个数随便随便是哪个数。好 ，Ether Trunk 1，然后这就进去了，看创建了一个这个玩意儿，然后退出去。好，在2上也来 ，interface Ether Trunk 1，这个两边尽量一致，其实不一致也没关系，好，我们也把它退出去。这个编号尽可能让两边一致，但是不一致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好。做完以后 ，interface ETH 0-0-23，不是 interface G 0-0-23。好 ，Ether Trunk 1，Ether Trunk 1。这个时候我们来看，它给了我一个提示 info， 先给了我个提示，说可能要等几秒钟，然后给你个错误，说这个端口下有其他配置，你必须先把它清掉。这啥意思呢？就是如果你要想把一个物理端口，这个 G0-0-23和24，这叫做物理口了，
你要想把一个物理口放进一个 trunk 口里面，就是 either trunk 这个口里面，那么这个口下不能有任何的配置，就是必须是默认配置。你配置完了以后啊，然后你才能把它放到这个 either trunk 里。那你说我这个端口要一个 trunk 呀，trunk 也好，生成树的配置也好，等等一系列的配置都在那个 interface either trunk 里边完成。不要在物理口下完成了，因为一旦把物理口关联到逻辑口，那么物理口就被逻辑口所监管。所以说你要轻配置，轻配置呢，当然我们第一种办法就是 undo port 什么什么一条一条 undo 掉就完了呗，啊，那么这个有点太复杂了啊，我们来介绍一个简单的清理配置的办法，什么呢？啊 ，reset configuration 啊，不是 reset clear configuration interface G 0-0-23回车 yes， 然后再来一个啊24回车 yes， 这样子的话，你再登到0-0-23里面，你看什么配置都没有了，而且它自动给你杀档掉。啊，他就怕你清了配置以后，这个端口可能会产生环路，所以说他直接把配置给你清掉，然后把端口给你杀档掉。你端口都关了，对吧？那肯定就没有环路的风险了。这样的话，我们再来写 ETH 啊 either trunk 1，哎，这个时候你看它不再提示有错误了，只写一个 info， 哎，这就没有问题了。好 ，interface ETH G 0-0-24 ETH either trunk 1，好，推出去。然后 interface either trunk 1 display this，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要把这个 either trunk， 就是现在这两个物理口在 switch 1上，这两个物理口已经被逻辑口接管了，所以我们要配置这个逻辑口，配置成什么？一个 trunk port link type trunk port trunk allow pass VLAN， 哦，这是一样的。啊，这是一样的。display this 看这个配置，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了。但是这个 either trunk 现在还不能工作，为什么呢？因为23和24的两个端口还在杀档过程中，啊，还在杀档。好，那么我们在 switch 2这边也这么做 ，clear config interface G 0-0-23 yes 24 yes， 啊，把这两个端口都清掉，然后 interface， 啊，其实我们可以这么配了 ，group port group member G 0-0-23 to G 0-0-24， 然后 ETH trunk either trunk 1，哎，啊，这个只能一个一个打。这个是只能一个一个打，这个不像那个配置了。either trunk 1啊，这个必须一个一个打了。ETH 1就可以了。好，这样做完了以后，我们 interface either trunk 1 port link type trunk port trunk allow VLAN all。好，这样做完了以后。我们再把这几个端口都给它打开 ，undo 杀档，打开。这个可以写了 ，port group member，G 0-0-23 G 0-0-24 undo 杀的档。好，我们来看1上也是一样 ，port group member。G 0-0-23 G 0-0-24 undo shut down。好，我们来看这个东西 undo shut down 以后，这个端口呢应该就 OK 了，啊，这个端口就亮了，那你看灯就亮了，就 OK 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啊，首先呢 display interface， display 直接不用 interface either trunk 1，啊，直接 display either trunk 1。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状态啊，这样的一个状态 ，Working Mode Normal 就是手工的捆绑链路，然后
23 up、24 up 两个端口都是开放的。然后这个里边一共有多少个端口呢？有2个端口。注意看这儿有一条命令，有一个参数选项，最多一个 trunk 可以捆绑多少个端口呢？可以捆绑8个。啊，就是说一个 ether trunk 最多可以捆8个。好，我们来看生成数 display， 那么我在 switch 2上来看 display ether trunk 1，啊，这个也是 OK 的。然后 display ether trunk 生成数 stp brief， 这个时候你看23和24不见了，在这儿只显示一个 ether trunk， 这什么意思？这就是说明生成数已经不管你是23还是24了，你不是都被 ether trunk 1所管理吗？那么我就针对 ether trunk 1来做了。这样子的话 ether trunk 1可以让这2条线同时使用，那么这2条线共同增加带宽的目的就达到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聚合信息的配置啊 ，display interface ether trunk，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display interface ETH ether trunk 啊，不是 Ethernet ether trunk 1。啊，这个时候你看它的带宽是多少啊？它默认它的带宽是40多个 G 啊，400多万个 G， 啊，这个就太大了，它太大了。这个 current 也是这样，这个有点不合适了啊。然后呢，但是它会告诉你这里面有几个东西啊，有几个东西。可以看到啊，2个成员已经绑定了。在我们的设备上面呢，它不是 display， 想要看成员啊，不是 display ether trunk interface ether trunk， 当然这个也可以看啊。我们的成员是 display ether trunk 1就可以了啊，这个时候你可以直接看到这个成员信息就 OK 了啊，就 OK 了。好了，那么在我们将这个2个链路绑到一起以后啊，我们就知道了，哎，对于生成数来说，2个链路也都可以用了，这个事儿就差不多了。但是在这儿要注意一点的是，建议大家如果手工去捆绑 ether trunk 的话，啊，捆绑这个链路聚合的话，建议你的这个链路以2的倍数来完成，就是要么你捆2个，要么你捆4个，要么你最多捆8个。注意啊，2个、4个或者是8个是最好的。你说捆3个行不行？当然可以，但是捆3个，它的链路负载啊会更加的不均衡，可能有一条线路跑满了，第2条线路跑了80%，第3条线路可能只跑了20%。啊，会更加的不均衡。所以说呢，一般的你看到一些文档上都建议是以2、4、8这几种方式来进行链路捆绑。好了，这个链路捆绑的实验，大家可以自己去完成一下，看一下效果。我们休息一下。